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中国近几年肝病患者人数逐年增加，肝病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。肝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常为饮酒过量、饮食不健康、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等等问题。当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人体的不同部位会出现发痒的症状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症状进行判断和检查肝脏问题。第一种，眼睛发痒。中医讲有诸内必行于诸外，并且肝开窍于目。当肝脏出现问题时，细菌也会感染眼睛，眼睛会出现发痒、疲劳等感觉。同时，眼睛不能够接受自然光刺激，太阳一照睁不开眼睛，也有可能是肝脏发生了问题。如果你经常看电脑、看书，并且过度的使用眼睛出现干涩的症状，也说明你的肝血不足，肝脏出现问题了。第二种，皮肤发痒。偶尔皮肤痒属于正常现象，除过敏情况下。如果皮肤经常痒，那就需要引起注意了，可能是肝脏发生了问题。肝脏发生病症之后，胆汁无法正常进入胃肠里，囤积在胆囊无法运转，胆汁会回流到血液当中，刺激皮肤神经，从而造成皮肤瘙痒。出现以上症状并不能够完全淡定为肝病，只是作为一个初期的基本判断。平日可多吃黑枸杞，滋补肝脏，合理饮食，维护自身健康。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疼痛的。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身上一些异常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健康。一、眼睛发痒。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眼睛也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。若是眼睛经常干涩、发痒，甚至有疲惫、肿胀的感觉，就可能是肝脏发出的信号了，需要及时检查，好好的保养肝脏了。二、皮肤发痒。平时如果不注意个人卫生，或者是出现过敏症状时，皮肤可能会发痒。但如果排除这种情况，皮肤出现瘙痒，同时还伴有明显变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因为肝脏出现问题会影响排毒和解毒功能，如果体内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，就会堆积在体内，这样皮肤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上面这两处发痒，如果你一个都不占，那真替你开心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，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。当胃痛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，但是没有人会说肝疼，所以我们只能从身上的一些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脚底干燥脱皮。我们的皮肤和内分泌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这样脚底皮肤就容易出现干燥、脱皮甚至干裂的情况。脚底皮肤发黄。正常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脚底皮肤变黄，就可能是肝功能异常，导致胆红素偏高，所以脚底出现发黄情况。脚底纹路变多。肝脏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，如果肝脏受损，那么就会影响排毒，血液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而我们的双脚距离心脏比较远，若是脚底纹路变多了，就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经常在家里做饭的，如果一顿饭吃不了，很多人又舍不得扔掉，就会放在冰箱里留着下一顿吃。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下面的这两种最好扔掉，可以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家里如果剩了绿叶蔬菜，最好扔掉，千万不要隔夜，因为绿叶蔬菜在放置6小时后，硝酸盐含量就会升高，时间越长，对身体健康越不利。所以大家在吃绿叶蔬菜的时候，最好能吃多少做多少比较好。第二种，海鲜。海鲜也是不适合隔夜吃的，因为隔夜的海鲜，其中硝酸盐含量也会升高，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蛋白降解物，会影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健康。那海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容易引起腹泻，所以大家尽量也不要隔夜吃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而有的人就喜欢喝白开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隔夜的白开水还能不能喝？很多人其实都喝错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
如果在炎热的夏天，隔夜的白开水中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。但如果是正常的环境，温度不是很高，那么隔夜的白开水中可能会繁殖一些微生物，但是对身体影响不大，只要水没有变质，没有受到污染，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就是放在水壶中的凉白开也是可以放心喝的，但放在水杯中的就要注意了，最好不要喝。所以隔夜的白开水如果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心喝的。那提醒大家，白开水放置的时间呢，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最好当天烧开的水当天喝。还有保存的时候最好盖上盖子，以防受到细菌的污染。孩子长牙是很多妈妈比较重视的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长牙了。但是呢，很多宝宝到了8、9个月还没有长牙，这时妈妈们就开始担心了，认为是不是缺钙导致的，然后盲目的给孩子补钙。其实孩子长牙晚并不一定是缺钙了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妈妈们要注意。胎龄的问题，有些宝宝因为早产的原因，牙齿发育的时间不足，这样就会比足月的宝宝出牙晚一些。遗传的问题，其实出牙的早晚多少和遗传有些关系。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出牙比较晚，那么孩子也可能会遗传，而且男孩长牙也会比女孩晚一些。没有添加辅食，当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不要只给孩子喝奶，还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，这样可以给宝宝增加营养和刺激宝宝的牙床，对宝宝长牙也有帮助。10人9腰痛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导致腰部受伤，所以好腰是要靠养的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动作1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，稍微比肩宽一点，双手叉腰，保持均匀呼吸，然后以腰部为中心转动胯部，先顺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再逆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转动速度由慢变快，幅度由小变大。注意转动的时候，上半身要保持直立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握成拳，然后先向左侧转腰，转腰的同时，两手手臂前后自然摆动，借助手臂的力量，一前一后的敲打腰部和腹部，向左侧转完，再向右侧转，这样反复做30次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腰部气血，有健肾强腰的作用。腰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做一做哦。生活中我们很多活动都要依靠腰部来支撑，但是平时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给腰部造成损伤，出现腰酸、腰痛等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练一练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左腿向后伸直，双手尽量的向后伸展，身体保持平直，坚持5秒，回到站立的姿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坚持5秒。每天这样练习3到5分钟就行。之前我们做的都是俯卧的小燕飞，那这个站着的小燕飞比较简单，经常做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有帮助，有利于增强腰背肌肉力量，对改善腰痛、保护腰椎有一定作用。那想要腰好，大家平时还要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多休息，还有多锻炼身体，这样可以让骨骼和腰肌变得更强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